青莲荡剑19州，剑气横空万古流。醉里挑灯观北斗，醒时踏月斩王侯。世子爷，陛下来了！老皇帝怎么突然来？走，快走！这老弟来，准没好事，不是拿我当牛马，就是拿我当鸡鸭。36计走为上策啊！不能走正门，他们在那边堵着了。那走哪里呀？钻狗洞，我豁出去了！大黄，管家帮帮忙啊！哎呀，我的屁股！世子竟然钻狗洞逃跑，简直一送大方。这下子陛下肯定是不会轻饶这个小子。我的好侄儿啊，救救你叔吧！现在只有你才能拯救这大楚江山呐！陛下，别这样，大家都看着呢。不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皇叔，你求你别擦鼻涕我裤子上！庶子，你怎敢对陛下不敬？陛下，萧贤不过一废物，您这样有失龙颜啊！废物你个头！你全家才是废物！萧贤10年前就斩了蛮族的14境河道，现在只有他能救边关了。陛下，这绝不可能！萧炎就是个不学无术的纨绔，10年前他才18岁，怎么可能一剑斩14境？尚书说的对，他要是能一剑斩14境，老臣就从这狗洞钻进去。你看，大家都不信。大哥，私聊，私下说，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废物人设还要呢。玄极国师，你是14境河道，你来说说，眼前这位世子爷修为到底如何？晚辈玄机子见过河道前辈，前辈修为通天，河道圆满，晚辈自愧不如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望前辈恕罪。我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萧贤是不学无术的纨绔。现在护国国师，堂堂14境老神仙，对着萧贤躬身行礼喊前辈。我刚才骂的，竟然是一位连护国国师都要毕恭毕敬的河道大能。唉，麻烦死了，真是麻烦死了。前辈恕罪，晚辈……行了，别前辈的。说吧，陛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提前说好，太麻烦的事儿我不干，打打杀杀的我不擅长，朝堂中都更不掺和。萧贤，朕知道你怕麻烦，你想清闲度日，是朕打破了你的平静，是朕对不住你。可现在雁门关危在旦夕，你爹生死未卜，北境千万百姓马上要沦为蛮族刀下亡魂，求你了，救救他们吧！请世子爷出手，救百姓，救大楚！我可以装废物，可以装纨绔，可以不管朝堂争争，不管江湖恩怨，可我爹还在雁门关生死未卜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爹死在那里，不能眼睁睁看着北境千万百姓被屠戮。麻烦死了，我就知道14境这玩意儿全是麻烦。行了，都别跪了，不就是个14境的蛮子祭司吗？我去一趟就是了，别弄得跟什么大事儿一样。提前说好，就这一次，解决了这群蛮子，救回我爹。你们就当不知道我这修为，谁也不许再来找我麻烦。谁要是敢来，我把他扔到蛮族草原去喂狼。等着，半个时辰，我把我爹带回来，顺便让那群蛮子滚回他们该待的地方去。将军，王爷他撑不住半个时辰了，铠甲斩痕处的巫毒气流已入心脉，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14境河道的蛮族大祭司根本无法抗衡，死守3天3夜，3位7境大宗将至，10万大军死伤过半，连王爷都被打成重伤昏迷。这一仗拿什么打？林将军，蛮子又集结了，巴图那老怪物说了，一炷香后准时破城，屠尽全城，鸡犬不留。诸位，王爷待我们不薄，今日我连曾宽和燕体殉国，有想弃城逃生的，现在就可以走。
愿与将军共存亡，愿与雁门关共存亡。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赚1个。与雁门关共存亡，与大楚共存亡。一群蝼蚁也敢螳臂当车，消猎已废，大楚无人。一炷香后破城，凡身高超过车轮的男子，格杀勿论。女子财帛，技术归尔等所有。大祭司威武，除了雁门关，杀进京城，大楚江山迟早是我们草原的。吵死了，一个个喊这么大声，赶着投胎啊！麻烦死了，好好的王府清闲日子不过，非要跑这鬼地方来，全是血腥味，熏得人头疼。镇北王世子萧贤，那个全天下出了名不学无术、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纨绔，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朝廷若派援军，怎会只派了这个28岁才堪堪摸到3境门槛的废物世子前来？这哪里是来救命的，分明是白白跑来雁门关送死！完了，朝廷放弃我们了，竟然派世子爷过来，他连王府护卫都打不过，来这里干什么？给蛮子送人头吗？王爷还在昏迷，世子爷过来不是添乱吗？大祭司，那个就是消猎的废物儿子萧贤，全大楚都知道，他就是个连3境都摸不稳的纨绔，没想到自己跑出来送死了。萧烈啊萧烈，你一世英雄，没想到这么更贵，给你陪葬也好了。废物世子，敢不敢下来跟你家爷爷大战300回合？爷爷一斧子把你劈成2半。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投降，爷爷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世子爷，你快躲起来，这里危险！吵死了，就你嗓门大是吧？本来就够麻烦的了，还在这儿唧唧歪歪。这真的是那个连3境都摸不稳的废物世子？一片轻飘飘柳叶，竟瞬杀8境天人猛将赤虎！我难道是在做梦？这等通天手段，怎么会出现在一个世人皆嘲的顽固身上？14境，你竟然是14境河道？不可能，你才28岁，古往今从没有人能在这个年纪踏入14境，绝不可能！有不可能的，你吵到我了，就是你要屠城的。你说你好好的草原布袋，非要跑这儿来打打杀杀，惹这么多麻烦，是不是有病？这还是人吗？跑不掉了，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，唯一生路就是拼尽全力搏一把，以全胜修为死战到底。蛮族至高图腾，万物归宗。这是我压箱底的绝招，当年我还是8境时，就是靠着此术一招重伤了一位9境陆地神仙。现在我把毕生修为全灌注在这一招里，要么生，要么死。这是14境大能倾尽毕生修为的全力一击，毁天灭地，山河都能崩碎。世子爷他真的能挡得住吗？花里胡哨的，动静这么大，吵死了。差距太大了，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差距。我苦修150多年的14境修为，在他手里连一招都接不住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本来我不想出手的，安安静静当个废物世子多好。结果你非要来惹事，把我爹打成重伤，还要屠城，闹得鸡犬不宁，给我惹这么大麻烦。你说这笔账怎么算？小子，你别逼我，可是死！拉着你整个雁门关一起点碑，让我100年修为，继我蛮族先祖，血祭天地。14境大能燃烧生命自爆，我们根本活不下来。最烦这种打不过就玩命的，麻烦。大祭司没了，就这么没了。狮子威武！狮子威武！大楚万胜！狮子爷牛逼！天
能关守住了。吵死了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！全城百姓谢皇世子爷，世子爷大恩，末将万死难报。我就是来救我爹的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下谁都知道了，清闲日子算是没了，麻烦死了。爹，儿子为了救你，可是把10年的苦心经营全搭进去了。醒过来得请我喝顿酒。无毒已经侵入心脉了，大帅撑不过今晚了。无毒被逼出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滚回京城，这里是战场。王爷，世子一仗碾死巴图，蛮族100万大军全跑了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清静不了了。巴图，14境的巴图，真是你杀的？顺手杀的。修为嘛，14境，凑合能打。废物，滚去跪祠堂，一天到晚不务正业。我骂了10年的废物是武道天花板。完了，忘了处理这些人了，麻烦死了！早知道让你被打死算了。你干什么去？擦屁股！再不处理，这辈子别想清醒！誓死为武，大图万胜！大图万胜！今日镇北王斩巴图，退蛮族，国师千里加持，破邪术。世子萧贤全程帐中侍妇，未参与战事。我们怎么跪在这里？废话，王爷斩了巴图，当然要跪谢王爷。王爷威武，北境无敌。赢了，没出来添乱就算烧高香，以后别天天游手好闲。知道了，打仗跟我没关系。烂泥扶不上墙。一念改数万人记忆，这就是14境。不抹记忆，等着全天下找我办事。敢说出去一个字，我立马躲进深山，你永远找不到。陛下驾到！你个废物！王爷在外浴血奋战，你躲帐里不敢出来。胆小鬼，丢尽王爷的脸！还有脸在帐里喝酒听曲？该送宗人府打30大胆！骂得好，越狠越安全。第一，14境的事不许第6个人知道。第二，除非国破家亡，别找我办事。
不许封官；第三，不许给骂我的老臣穿小鞋，不然他们不骂，做不到，我立马跑路，大楚亡了都不管。好，朕答应你，贫道绝不敢多言。他一直碾死了巴图，幸好我们在乌镇里躲过了。快回草原，告诉大汗，大楚有14境。酒血，近100年没人得过。功高震主，怕是要出事。当年韩信就是这个下场啊！废物世子要当质子了，去了京城肯定被欺负死。这是拿世子当质旨，圣旨不能接。谁敢动世子，我砍了谁的脑袋！请王爷下令护送世子入京。楚启，你不讲武德！蛮族入侵有内鬼，召你入京是钓鱼。你孤身当质子，他们一定会路上杀你。合着我还要当活靶子，麻烦死了。我派500铁骑和8位宗师护你。别，人多了鱼就跑了，我就带伏拔一个人。放心，13境以下来多少死多少。镇北王世子萧贤，出来受死！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麻烦死了，磨磨唧唧5天了，终于肯动手了。早死早超生，省得我天天睡不好觉。正好让福伯悠着点打，留个活口，供出背后的王八蛋。杀了你的狗眼！马蹄见了本大哥一身泥！哪里来的野孩子，找死！你对本大爷动手！活了300年，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！什么？这速度！8境一招就被废了，这小孩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就这点本事也敢出来杀人，真是笑死人了！多谢小神仙救命，多谢小神仙，要不是您，我今天就死在这里了。完美，不用我出手，不用福伯暴露实力，还留了活口，这免费保镖简直宝了！果然是个废物世子，吓得腿都软了。出门就带一个老婆，遇到杀手连还手的胆子都没有。别谢，我不是救你，是他们见了本宝爷一身泥，惹到我了。小神仙，我是镇北王世子萧贤，正要奉旨去京城，你要是顺路就跟我一起走。我的马车宽敞，好绞肉管够，路上所有开销全算我的。魔教教主当保镖，这牌面全天下独一份，以后再有杀手全吃灌他们看戏，还能躲正道追杀，一举两得。好酒好肉管够，开销全算我的。刚轮回重修，修为没恢复，正道正在全天下搜捕我。跟着这个废物世子，没人敢轻易搜查，进京城也方便，还能白吃白喝，不用风餐露宿。反正他这么废物，也管不住我。哼，跟你走也行，不过本大爷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吃喝住行全听我的，必须管够；第二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不许管也不许问；再遇到事儿，你躲远点，
别拖我后腿。没问题，别说3个，30个我都答应。以后您就是我叶哥，我全听您的。全天下也就世子爷敢让魔教教主当大哥，还把人家当免费保镖用。江湖人知道了，怕是要惊掉一下巴。一群废物，连个废物世子都杀不了。查，立刻去查那个小孩的来路，把消息匿名卖给正道宗门。我倒要看看，正道的人来了，这个废物世子还能不能活？这云州的桂花酿太甜了，娘们儿兮兮的，没北京的烧肚子够味儿。是，叶哥说的是。等咱们到京城，我带您去最大的酒坊，100年陈酿的烧花子，管够。真好，几块点心，1壶酒就搞定了。世子爷，前面有人拦路。来了，正道的人。果然把小终于有不长眼的敢冒头了，正闲得无聊呢。正好让叶璇练练手，我继续躺平。魔教妖童叶璇，果然是你！当年你屠戮我武当36弟子，血洗青云宗分队，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，斩了你这魔头！道长误会了，我不认识他，他是我在路上捡的野孩子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魔教魔头啊！对不住了，叶哥，先卖你一步，维持一下我的废物人生。萧炎，你个没良心的废物！刚才吃我桂花糕、喝我酒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不认识我？转头就把我卖了！这个白眼狼，早知道刚才就让杀手把他砍死算了。果然是个废物世子，胆小如鼠，连自己身边的人都能卖。镇北王一世英名，怎么生了这么个东西？魔头，受死吧！算了，毕竟是我的免费保镖，不能让你死在这儿，稍微帮一下吧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剑怎么偏了？就这点本事也敢来杀本大爷？当年你们掌教来了，都要给我磕头。叶哥，你太厉害了，简直是天神下凡啊！刚才那几招我都看傻了。小场面而已，说了有本大爷在，没人能动你。奇怪，刚才那剑明明躲不开了，怎么突然就偏了？难道是那牛鼻子修炼出岔子，关键时刻走火入魔了？算了，肯定是他自己不中用。世子爷，刚才跑掉的弟子里有一个是二皇子楚坤的人，给正道递消息的，应该就是他。果然是楚坤，之前泄露北京布防勾结蛮族的，10有8、9就是他。算盘打得倒是挺响，想借正道的手杀我，挑动我爹和朝廷对立，麻烦死了。走，去京城，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花招。原来是镇北王世子的车驾，世子爷一路辛苦，快请进。就是那个28岁才3境的废物世子，镇北王一世英雄，生了这么个玩意儿。听说了吗？就是那个废物世子。好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这群京城的人，嘴比我们魔教的巡山长老还碎，要不要本大爷出去把他们的舌头都割了？别，叶哥息怒，割舌头多麻烦，让他们说去，又不少块肉。真没出息，也就本大爷愿意罩着你。在下东宫詹事府主顾张骞，奉太子殿下之命，在此恭候世子爷多时。太子在东宫备好薄酒，为世子爷接风启尘。世子爷，二皇子有京城城西别院天仙人作陪，绝对比东宫那寡淡酒枭合您胃口。一边是楚军，一边是圣眷正浓的二皇子，这个废物世子会选哪边？麻烦死了！刚入京，连城门都没捂热就被盯上了。
本世子今天累了，哪儿都不去。怎么，太子殿下和二皇子殿下的面子要给，本世子的身子就不用顾了？本世子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吃顿好的，睡一觉。你们要想跟着，随便。本世子现在去杜康楼。伯伯，走，去杜康楼。谁再拦路，直接撞过去！好家伙，太子和二皇子的面子说不给就不给，不愧是出了名的蓝库废物，心里就只有吃喝玩乐。跟着，看他干什么，随时汇报东宫。听紧了，汇报殿下。原来是镇北王世子爷大驾光临，楼上最好的天字1号包间，小的这就给您收拾出来。不用包间，大堂靠窗的位置找一张就行。是，世子爷里面请。把你们这里最好的酒菜、招牌菜全都给本大爷上一遍，再来2坛最好的百年陈酿，快点儿！好家伙，这世子爷果然是个废物，被一个7、8岁小孩骑在头上。听说他在路上勾结魔教妖人，不会就是这个小孩吧？外面有打斗的气息，好几个7境以上的高手在追一个女的，那女的是剑庄的功法，快撑不住了。打斗就打斗，追杀就追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家伙，镇北王世子刚做，一个受伤的大美人直接撞进他怀里。小子，把你怀里的女人交出来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别多管闲事，否则刀下无情。太麻烦了，可人都掉我怀里了，总不能直接扔出去吧？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本大爷罩着的人你们也敢动，还敢打扰本大爷吃饭？哼，哪里的野孩子，滚一边去，否则连你一起宰了！哼！我们是二皇子殿下的人，这女人偷了二皇子的重要东西，谁敢拦着，就是和二皇子作对。二皇子楚坤，果然是这家伙。苏清莹手里肯定握着他勾结蛮族的证据。二皇子的人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女人现在在本世子怀里，就是本世子的人了。你们想动她，先问问本世子答不答应。这个废物世子疯了吗？他敢当众和二皇子作对？麻烦既然找上门了，那我不介意顺手把这滩水搅得更浑一点。二皇子殿下驾到！是陈七杀，传说他出手从无活口。镇北王世子好大的威风，刚入京城就当众斩杀数十人，这些人分明是朝廷禁军。萧贤，你敢斩杀禁军，栽赃本皇子，是想谋反吗？你放屁！他们刚才亲口说自己是二皇子府的人。区庶子，也敢对皇子不敬，再敢多言，割了你的舌头！二皇子殿下，童言无忌。一个能秒杀7境的孩子，萧贤，这就是你勾结的魔教妖人吧？现在把女人和这妖人交出来，本皇子可以当这事儿没发生，否则本皇子立刻上奏陛下，治你谋反之罪。想要人可以，先看看这东西是不是你的。是我写给蛮族大汗的密信，怎么会在他手里？这信我可以给你，人你也可以带走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拿了信带着你的人滚，以后别来烦我。不答应，咱们就去陛下面前把这信的内容好好说道说道。二皇子竟然就这么走了，
这个废物世子到底拿出他什么把柄？小师弟，好久不见。谁是你小师弟？老东西，你少攀关系。当年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今天来是想抓我回去邀功吗？我要是想抓你，就不会一个人来。只要你不滥杀无辜，我不会出手，也不会告诉正道你的下落。世子爷，陛下担心二皇子闹得太过，让我过来看看。既然事已了结，我回宫复命了。有劳国师跑一趟。护国国师竟然对他这么恭敬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废物世子。不对啊，玄机子可是14境，怎么对你这么客气？我爹是镇北摄政王，手握数十万铁骑，他当然要给我几分薄面。世子爷，宫里来人了，陛下传您今日早朝觐见。麻烦死了，大清早的觉都不让睡，出起这个混蛋！宣镇北王世子萧贤进殿。臣萧贤参见陛下。萧贤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面见陛下不行跪拜大礼，举止散漫，此乃大不敬之罪。你沿途流连94，延误行程。昨日当街杀人，勾结魔教，数罪并罚。臣恳请陛下将你拿下治罪。臣恳请陛下严惩萧贤。李大人骂完了，我问你，陛下亲赐我爹赞百不明，入朝不趋，我代父入朝承袭恩典，有何不可？难道你对陛下的圣旨有意见？老臣绝无此意。你说我延误行程，我帮我爹整理北境军务，安抚将士，清点抚恤，耽误几天怎么了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早点入京吃喝玩乐，比北境数十万将士的生死还重要？你们说我勾结魔教杀人，昨日一群匪类当街要杀姑娘，我路见不平出手阻挡，何错之有？没证据就血口喷人，大楚的官员都是这么诬陷人的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萧贤所言句句在理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朕已为你备好镇北王府旧宅，黄金1000两，你安心住下。谢陛下恩典。唉，麻烦死了，这早朝比跟蛮族打一架还累。这里果然有问题，楚坤肯定在里面和外邦人密谈。姑娘，太危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找萧尚子吧。找他，他只会把证据还给楚坤，换自己安稳。见主弟子，绝不做缩头乌龟。北狄铁骑从西境入关，我打开3座城门，事成之后，西域6州尽数归你们。二皇子爽快，蛮族会在北境牵制萧烈，京城空虚，殿下登基易如反掌。太好了，这就是楚坤叛国的铁证。谁在外面？走。苏姑娘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把刘颖石交出来，自废修为。本皇子给你留个全尸。星河，拿着刘颖石去世子府找萧世子，只有他能保下证据。快！姑娘等着我，我一定把刘颖石交给萧世子。早朝那群老东西骂你，你不生气；楚坤骑到你头上，你还把密信给他，你也太怂了。割了他们的舌头，御史台奏折能堆成山。把密信给楚坤，他才会放松警惕，天天来找我麻烦才叫。真的烦。世子爷不好了，英国公府世子张浩带着10几个勋贵子弟堵在府门口骂您是废物，非要进来见您。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看本大爷出去打断他们的腿！急什么？人家都上门了，总得见见。放心，不用你出手，我让他们自己滚蛋。哟，这就是镇北王世子啊！我们还以为你当了缩头乌龟，不敢出来见我们呢。人家可是摄政王的宝贝儿子，就算是废物也得摆架子。早朝被御史骂得狗血淋头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还有脸见人？28岁才3境，除了靠爹还会干什么？换我都不好意思出门。原来是张世子，各位公子快请坐。
管家上好茶。萧世子，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玩几把剑术赌斗，一局1000两黄金，不知道你敢不敢？别，我不会射箭，也没钱，还是算了吧。怎么不给我们面子？还是说你看不起我们这些人？那好吧，就玩几把，各位可要手下留情。萧上子，看好了，该你了。要是射不中，这1000两黄金可就是我的了。你行不行啊？不行我来，一箭把他们靶心射穿。别说话，看着就行。你他妈瞎啊！会不会射箭？对不起，张世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手滑了。张世子，这是贪墨军饷倒卖军械的账目啊！怎么会？我藏得这么严实，怎么会掉出来？你早就安排好了？不然呢？真以为我是任人拿捏的软蛋？萧世子，求求您救救我家姑娘，她被陈七杀围住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里面的人听着，把叛贼同党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就硬闯世子府了。一群不长眼的东西，看本大爷出去宰了他们！麻烦都闯到我家里来了，再不还手，真当我萧贤是你捏的？萧贤，我给你3息时间，把苏清明的侍女交出来，再开门跪地认错，我饶世子府上下不死，否则踏平世子府，把你碎尸万段！哪里来的狗东西，也敢在本大爷的地盘上乱叫！想踏平质子府，先问问本大爷的拳头答不答应。魔教妖童，上次在杜康楼让你跑了，今天我先斩了你，再杀萧贤那个废物！老伯，你怎么样？老奴没事。福伯、叶哥，你们先顶着，我去趟厕所，马上回来。我还以为镇北王世子有多大胆子，原来是个临阵脱逃的缩头乌龟，打着上厕所的幌子跑路了。我看他怎么去！萧贤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本大爷在这里给你挡刀，你竟然跑路了！等你回来，本大爷非把你腿打断不可！你以为把刘颖石给了萧贤那个废物，就能扳倒本皇子？一个靠着爹上位的软蛋，就算拿着本皇子的证据，他敢拿出来吗？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随手捏死我这只蝼蚁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世子府吗？楚坤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拿了信就别再来找我的麻烦。你好像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可是当朝二皇子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父皇绝对不会放过你！通敌叛国，出卖国土，谋害朝廷命官，你觉得你父皇知道了这些，是会保你，还是把你凌敌处死？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我是什么修为啊？你不配知道。你勾结蛮族，私通北狄，出卖国土，谋害忠良，桩桩件件都够你死10000次了。我的修为没了！就你这点本事，也敢学人家谋朝篡位，通敌叛国？
真是不知死活。麻烦死了。萧贤，这王八蛋楚坤，真是给我找了个天大的麻烦。妖童，老东西，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？陈施主，手下留情。玄机子国师，陈施主，陛下有旨，京城内不得私斗，更不得擅闯镇北王府。带着你的人立刻退走，否则休怪贫道不可走。好，我走，我们走。小贤，你个混蛋！本大爷在这里给你拼命，你竟然真的跑路了！等你回来，我非把你拆了不可！萧贤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二皇子呢？你说楚坤在这儿？你废了二天子，萧贤，你找死！我知道你是九境陆地神仙，欺负你一个九境的，以大欺小不太好。这样吧，我就用同境界的修为跟你打一场，一介淬骨。萧贤，你疯了！用淬骨境跟我打！2境炼气，3剑通玄，4剑凝邦，5境御气，7界大宗师，8境天人。小贤，你个混蛋！本大爷在这里给你拼命，你竟然真的跑路了！等你回来，我非把你拆了不可！萧贤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二皇子呢？你说楚坤在这儿？你废了二皇子，萧贤，你找死！我知道你是九境陆地神仙，欺负你一个九境的，以大欺小不太好。这样吧，我就用同境界的修为跟你打一场，一介淬骨。萧贤，你疯了！用淬骨境跟我打！2境炼气，3剑通玄，4剑凝邦，5境御气，7界大宗师，8境天人。九步登仙，这怎么可能？往近来从没有人能做到。真是麻烦，连一招都接不住，还敢出来当杀手。逆子，真是逆子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，彻查此事。所有参与官员全部抓起来，株连九族。萧贤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说。赏赐就不用了，陛下，楚坤也抓了，内鬼也查出来了，我留在京城也没用了，希望陛下准许我回北京，继续当我的闲散世子。好，朕答应你。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。好生照看他。这个人人喊打的废物世子，
到底藏了多少本事？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萧贤有恃无恐，他根本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。这半个月简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麻烦的日子，总算能回北京清静了。清闲，药箱放外侧，路上要用。怎么，小祖宗这是要走了？不在京城继续罩着我了？本大爷本来想跟你去北京逛逛的，可魔教那群废物没了本大爷坐镇，快被正道欺负的，总坛都保不住了。拿着镇北王府令牌。谁要你的东西？萧贤，以后要是在北京遇到麻烦，给我传信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本大爷也能带着魔教的人赶过去给你撑场子。记住了，你是本大爷罩着的人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萧世子，我是来跟世子告别的。楚坤倒台，剑朝危机已解，我必须回宗门主持事务。行，一路顺风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别再像上次一样被人堵在十里坡。这次的事，多谢世子出手相救，这份恩情，清渊没齿难忘。举手之劳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对了，世子，10年一度的武林盛会下个月就要举办了，天下各大宗门都会前往，我们剑朝也会参加，不妨去逛逛。武林盛会，全天下的宗门聚在一起打打杀杀，争名夺利，最是麻烦不过，躲都来不及。再说吧，我要回北京，没什么空。仙哥，等一下，先别走。仙哥，你可千万别回北京，回不得。怎么就回不得了？我回我自己家，还碍着谁了？仙哥，你想想，你爹现在是镇北摄政王，北京的军政大权一把抓，你回去了，他能让你天天遛鸟喝茶逛青楼吗？肯定天天逼着你学军务练武功，处理北京杂事。我爹知道我是14境，回去还不得天天拉我处理军务？仙哥，我跟你说个好地方，江南水乡，美女如云，酒楼画舫，好吃的好玩数不胜数，比北京那荒凉地方舒服多了。咱们趁这个机会去江南道逛逛。对呀，躲去江南道，不用回北京被我爹逼着干活，也不用在京城被朝堂破事缠上，正好安安稳稳摆烂。行，不去北京了，去江南道。世子爷，您不回北京了，那王爷那边怎么办？简单，胡爸，你先带人回北京，跟我爹说我在京城还有点事没处理完，在外面多玩几个月。再跟我爹说，北京的军务他先看着，别什么事都找我，我怕麻烦。是，老奴知道了。别再给我添麻烦。贤哥，上车，咱们现在就出发，直奔江南道姑苏城。回什么北京？哪有去江南游山、玩水、混吃，等死舒服？至于那什么武林正会，远远看着热闹，绝不掺和，绝不惹半点麻烦。江南那边水路多，好酒多，好吃的更多，尤其姑苏城，画舫一到夜里可热闹了。仙哥，你说咱们好好的江南游山玩水，怎么就赶上这武林大会了？走到哪儿都是打打杀杀，吵死了！急什么？他们开他们的武林大会，我们逛我们的江南，看个热闹就行，不掺和就没麻烦。哎，听说了吗？京城出大事了！二皇子楚坤通敌叛国，揭发的是镇北王世子萧贤。拉倒吧，那萧贤就是个废物纨绔，28岁才3境，他能揭发二皇子？我可是有内幕，那萧贤吓得躲在府里不敢出来，他找着一个魔教妖童才保住了小命。这种废物也配当镇北王世子？连北京都不敢回，吓得跑路了。坐下，急什么？他们骂得越狠，越没人知道我是谁，越清静，多好。喂，你们两个起来，这位置我们青铜团要了。凭什么？我们先来的。就凭我们是青城派的，这次武林大会，我们青城派是主办方之一，识相的就赶紧滚，别逼我们动手。我们要是不让呢？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2个3境的废物，也敢在我们青城派面前放肆。本来不想惹麻烦，可剑都知道脸上了，再躲就说不过去了。想抢位置也行，太湖擂台不是开了吗？咱们擂台上见。我要是输了，位置给你们，再赔100两银子；我要是赢了，你们滚出望江楼，别在这碍眼。就你一个3境的废物，也敢跟我们上擂台比武？小子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青城派大弟子赵松，6境宗师。不敢，
不敢就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明天上午太湖擂台，我等着你。你要是不敢来，就是龟孙子。贤哥，你跟他们打什么赌？明天上了擂台，你一出手不就暴露了？戴个面具，谁知道我是谁？还有谁？昨天跟我打赌的那个萧七，你要是有种，就滚上擂台来，别躲在人群里当缩头乌龟。我来了。大家看看，就这么个5境都没站稳的废物，也敢来跟我比武？我看他是活腻歪了。这道身影怎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？小子，别说我欺负你，我让你3招，3招之内你要是能碰到我一下，就算我输。不用，1招就够了。1招，一个5境的无名小梭子，1招就击败了6境宗师，还是用的最基础的剑法。你输了，滚下去吧。在下华山派岳峰，7境大宗师，想跟小友讨教2招，不知小友敢不敢应战？麻烦，一个刚下去，又来一个，切！我输了，小友的剑道修为远胜于我，岳峰心服口服。1招败6境，10招败7境大宗师，这个面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陆良剑，100年无主的天下第一剑认主了，认了这个无名小子。果然是他。小友剑道通天，能让木良剑认主，实乃我正道武林之幸。我武当愿奉小友为新任武林盟主，统领天下正道。奉面具大侠为武林盟主，奉面具大侠为武林盟主。盟主威武，请盟主统领我等，护我正道武林。盟主，恭请盟主上位，护我正道武林。盟主。完了，麻烦大了！我本来只想打服几个不长眼的家伙，结果玩脱了，把天下第一剑玩的认主了，还要被逼着当武林盟主。萧世子，别来无恙。萧世子？哪个萧世子？难道这个面具大侠是镇北王府的人？绝对不可能！那萧贤是出了名的废物玩户，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剑道修为？苏姑娘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怎么可能是那个废物萧贤？苏姑娘怕是认错人了，我不是镇北王世子江萧贤，是萧贤同父异母的弟弟。
萧七，镇北王的私生子。当年我母亲与镇北王相识，却被他始乱终弃，带着我隐居江南。我自幼练剑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让天下人都知道，镇北王的儿子不止萧贤那个废物。我萧七比我那个只会遛鸟逛青楼、靠着爹的名头混日子的废物哥哥更有资格当镇北王府的世子。这么一说，倒也不是没可能。难怪长得和萧贤这么像，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难怪实力这么恐怖，却一直隐姓埋名，原来是私生子的身份。对比那个萧贤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家伙连瞎话都不打草稿的，还把自己骂得这么狠。口说无凭，你说你是镇北王的儿子，就是镇北王儿子了，有什么证据？谁知道你是不是编了个身份，想冒充镇北王府的人？楚小二，别躲了，上来给我做个证。完了完了，贤哥你坑我呀！这台我还不能不拆。是六皇子，是当朝六皇子楚河殿下。我的天，六皇子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还跟这个萧七……诸位，本王可以作证，这位萧七确实是萧世子的弟弟。当年的事，本王最清楚不过，绝无半分虚假。六皇子亲口作证，这还能有假？萧七公子的身份看来是真的了。萧七公子也太厉害了，比他那个废物哥哥强了100倍1000倍。正道武林大会这么热闹，怎么能少了我们魔教？是魔教用护法，鬼灭阎罗力千魂。魔教妖人竟敢闯我武林大会，找死！小子，能让木良剑认输，有点本事，我力千魂挑战你。你要是赢了我，这武林盟主的位置我魔教认了；你要是输了，木良剑留下，滚下擂台。厉千魂，你以大欺小，算什么本事？麻烦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不打，刚才营造的人设就崩了。打，算了，打吧。好，我接下你的挑战。小子有骨气，希望你的骨头跟你的嘴一样硬。小心心！怎么可能？魔教绝学，万魔噬魂手。少年涉险若平地，独倚长剑临清秋。九境，他竟然真的是九境陆地神仙，20出头的九境，我近来从未有过。不可能，20出头的九境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楚河，萧七公子威武！盟主，我们奉萧七公子为武林盟主，请萧公子登临盟主之位，统领我正道武林。萧公子剑道通天，德才兼备，我等愿奉公子为新任武林盟主，统领天下武林。完了，彻底玩脱了。本来只想打服几个不长眼的家伙，现在被逼着当上武林盟主了，全是没完没了的江湖恩怨，比朝堂破事还麻烦。萧七，今日之事暂且记下，他日你我必有一战。萧七公子威武！这下好了，武林盟主的位置甩不掉了，还被恢复了修为的叶璇盯上了。我本来是来江南躲清闲的，结果一头扎进了更大的麻烦里。3天了，天不亮各大门派就堵在府门口，不是这个宗门和那个门派起纷争，就是哪个地方山匪相聚，再不然就是拿着剑谱功法求指点。从早到晚一波接一波，连口水都喝不上一口。
贤哥，你看，江南道曹帮送来了帖子，说他们和盐帮抢码头打起来了，死了10几个人，求你这个武林明主出面评理呢。评理？他们抢码头关我屁事儿。还有，别叫我贤哥，在外面要叫我萧七。哎，知道了，七哥。可你现在是武林盟主啊，这些江湖纷争你不管谁管？谁爱管谁管，我不管。我当初就是手贱跟青城派那几个货打了个赌，结果玩脱了，不行，我得跑。今天晚上就跑路，连夜离开姑苏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躲起来，谁也找不到。盟主，别啊，七哥，你现在是武林盟主，全天下人都看着你。笑话我就笑话，关我屁事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萧七，更不想当什么武林盟主。他们爱找谁当找谁当，我不伺候。萧世子，你就算跑得了姑苏城，也跑不掉这天下人的目光。穆良见认主，久经拜历千婚，你的名字早就传遍大江南北了。苏姑娘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当初就不该手贱去接青城派那破赌约。你现在后悔也晚了，你现在是正道武林推举出来的盟主，魔教那边已经放出话来要挑战你，你现在跑了，正道武林瞬间就会散掉，到时候魔教大举入侵，江湖大乱，你觉得你能躲得掉吗？麻烦。夏，萧世子这是本事大，藏都藏不住，一不小心就成了武林盟主了。不小心，还有这个老六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真让他去江南历练，他倒好，跟着萧贤一起编瞎话，还当众给假身份作证。整个大楚，朝堂有萧烈镇守北境，江湖有萧贤统领正道，就算是蛮族和北地联手，也翻不起什么浪花了。传旨，下旨给江南州府好召放新任武林盟主萧七，不得有任何怠慢。小兔崽子，真是反了天了！江湖快报头版头条：镇北王私生子萧七一剑定江湖，登临武林盟主之位。老子什么时候始乱终弃了？老子这辈子就娶了王妃一个女人，什么时候在江南还有个私生子了？这个小兔崽子编瞎话都编到他老子头上来了，为了躲清闲，连他爹的名声都敢败坏。王爷，您息怒，世子他肯定有自己的考虑。哼，考虑？他就是怕麻烦。一剑败9境，穆良见认主，登临武林盟主。就算是编了个私生子身份，那也是我萧烈的种。不行，我得亲自去一趟江南，我倒要去看看这个小兔崽子编出来的私生子到底有多大的本事，顺便把这个混账东西抓回来，省得他在外面天天给我惹事，败坏了我的名声。王爷，您这哪里是去抓世子，分明是想去看儿子出风头。我为了跑路让楚河放消息说我身体不适要静养，结果他们直接把全姑苏的名医都请来了，装病都装不成了。多谢各位掌门关心，我只是偶感风寒，没什么大碍。盟主乃我正道武林的定海神针，身体万万不能有半点差战。盟主就算不看诊，也得让名医们把脉，开几副调理的方子，我等才能放心。盟主气血略虚，需温补，再开2副安神方，夜间不可劳神。跑不掉了，彻底跑不掉了。七哥，跑不掉就不跑了呗。当武林盟主多威风啊！威风个屁！明天还有丐帮和静一派的纷争要处理，后天要去看江南武林和魔教的分地，大后天还要主持正道宗门议事，全是破事儿。盟主，魔教送来的战帖。3日后，太湖之巅与你一战，赢了，魔教俯首听令；输了，这武林盟主你别当了。这个叶璇刚恢复了10境修为，就来找我麻烦。盟主，不好了！北京传来消息，镇北摄政王带着亲卫已经从北京出发，直奔姑苏城来了。据说王爷提着刀，说要亲自来问问您私生子的事。我爹，萧烈要来了，还提着刀。完了，编瞎话算派自己亲爹，现在亲爹提着刀找上门来了。贤哥，不对，七哥，皇叔来了，咱们怎么办？麻烦死了，真是麻烦死了！哈，本世子直接跑路，你们能奈我何？你小子跑得倒是快，老子从北京追到姑苏，从姑苏追到东海，腿都快跑断了。爹，你不是回北境了吗？我要是不追，你是不是就躲进白玉京一辈子不出来了？对。哼。贤儿，北地内乱了。拓跋烈毒杀老可汗，把女帝拓跋雪困在落日城，勾结了蛮族和极西之地，随时要南下。关我什么事儿？你不是有几10万边军吗？朝廷不便出兵，护国国事不能离京。那我更不能去，我最怕麻烦。
你母妃是北狄公主，她的家人都在拓跋烈的清算名单里。从小你问我她从哪儿来，我从不说。这次你从北狄回来，关于你母亲的一切，我全告诉你。成交。不过爹，我一个废物世子去了能干什么？你跟你爹在这装犊子呢。陛下圣旨，封镇北王世子萧贤为大楚和亲特使，持节出使各国。和亲？就这？共计100份婚书。你们多数了2零吧？100份，1份不少，世子殿下。我看陛下真是老糊涂了，这100份婚书，我就是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！不可对陛下无礼。100份，光拜堂就得拜到后年。第1份就是女帝，还附送10万乱军和1位13境，这哪是和亲？这是让我去平定局势吧？和亲也是安天下。行，反正100份也是跑，1份也是跑。100份路上还能挑挑。爹，你去把陛下宝库里的虎鞭都偷出来，我回来要用。第1份就围了10万人，剩下99份什么规格？走着，和亲的来了。待会儿大楚特使到了，你笑。说错一个字，你母妃的族人，我一天杀一个。就算了，你还是别笑了。瘆人！大楚和亲特使到，恭迎大楚特使，本汗等候多时了。嚯，这大殿盖的气派，比我爹的帅府大了不止1圈。卖吗？特使真会开玩笑。来来来，请上座。这位就是女帝，长得挺标致啊，就是脸有点臭。韩王，我这一路跑死了3匹马，先上酒，别的等喝差不多了再说。爽快，来人，上酒。好酒，北狄的酒比中原的够劲儿。有几个盯梢的？4个，每班主少轮1次。刚换完班，看好院子，有人来就说我喝死了。谁？是你，萧世子？自然是我，不然平西王拓跋烈。这里守卫森严，3步一岗，5步一哨，你到底怎么进来的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。行了，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拓跋烈能威胁你一时，威胁不了你一世。跟我说说，落日城现在什么情况？拓跋烈手里多少底牌？那个极西之地的13境，又是什么来路？拓跋烈收拢了8万大军，加2万私有，10万兵马围死了落日城。我手里亲兵不到1万，粮草最多撑10天。最麻烦的是莫老，13境破网大能，拓跋烈最大的依仗。我麾下几个将军全是他出手杀的。传国金印在你手里，金印是调兵的唯一凭证。拓跋烈就算杀了我，没有金印，各部族不会认他。金印我藏在富含陵墓里，他死前把金印吞进了肚子，随葬入了王陵。吞了？富含说金印在肚子里，谁也抢不走。你爹是个狠人，明天你就告诉拓跋烈，金印藏在王陵。你疯了！金印给了他，他就能名正言顺登基称汗，整个草原都会听他号令。他想要金印，就让他去拿。只有他动了金印的心思，离开落日城去王陵，我才有机会一次性解决掉他和那个莫老。一次性解决？那可是13境破幻大能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想给你富含报仇，想保住北狄，保住族人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也是来和亲的。信我就按我说的做，不信就当今晚我没来过。吉时已到，典礼开始。从今日起，我拓跋烈
便是北狄新任大汗。拜见大汗，大汗万岁！今日我继任大汗之位有2件事，昭告全草原。第一件，即日起，北狄与极西之地永结盟好。第二件，北狄开放草原边境，与极西之地自由贸易，并将最西侧3座城池永久割让于极西之殿。什么？割让3座城池？那可是草原最肥沃的牧场。开放极西对那些人狼自心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老可汗在的时候，从不曾对极西之地退让半步。多谢大汗，极西之地定与北狄世代修好，永不相负。恭喜大汗，贺喜大汗！世子殿下客气了，多谢世子殿下前来观礼。大汗，有件事儿想跟您私下说几句，不知方不方便？请。不知世子殿下有何事要跟本汗说？大汗，是这样的，这次我回去之后，一定立刻禀告我大楚皇帝，我大楚愿意和北狄结为友邦，世代通好。我还会说服我父王开放北京边境，用于2国通商贸易，互通有无。哦，世子殿下竟有如此心意，本汗自然是求之不得。只是不知世子殿下有何所求？大汗，咱们都是男人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其实我从第一眼看到女帝陛下，就你懂的。要是我临走之前能和女帝陛下共度良宵，那我回去之后保证把我父皇和皇帝陛下说动，促成2国通好之事。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，这点小事包在本汗身上。今晚我便将拓跋雪送到世子殿下的别院去。大汗果然是爽快人，2国通好之事包在我身上，保证让世子殿下尽兴。大汗，此件事了，老夫也该回极西地复命了，一切就拜托大汗了。莫老放心，待北狄整合完毕，中原的土地你们想要多少，本汗便割多少。一个废物纨绔白送大楚盟约，一个13境替我镇场子，传国金印在手，这北狄大汗之位稳如泰山。来人，把拓跋雪送到世子殿下别院去，今晚让他好好享受享受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亏我信了你的鬼话，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得逞。好了好了，小声点，外面还有拓跋烈的耳目呢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莫老已经被我解决了，滚出北狄了，不会再帮拓跋烈了。周玉大都督也已经从大牢里放出来了，他的修为恢复了。你说什么？莫老被你解决了，周大都督被放出来了？不然呢？我要是真对你图谋不轨，用得着费这么大劲？麻烦死了，晚上去把莫老做掉吧。拓跋烈把你送过来，正好合了我的意，省得我再去行宫找你，还能麻痹拓跋烈那个蠢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根本不是什么沉迷酒色的纨绔世子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镇北王世子萧贤，没错。不过救你、帮你解决拓跋烈的是我弟弟，新任武林盟主萧七。我那个弟弟看不惯拓跋烈勾结妖族祸乱北狄，所以才让我配合他演了这么一出戏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误会你了，萧世子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，误会解开就行。今天晚上你就在我这里安心待着，外面有我的人守着，绝对安全。明天一早，周大都督就会带着人拿下拓跋烈，到时候你就能复位了。
比密山之尊。1000年了，我们妖族终于能重回这片大地了。果然如此，我就说，好好的人不当，非要当条吃里扒外的狗。谁？出发来北狄之前，我特意问了齐居的秦观澜，齐居的榜单会不会有纰漏？他跟我说，齐居立榜数百年，从没出过差错，尤其是冠绝榜，连隐世不出的老怪物也绝不会漏灯。一个能正面斩杀北狄数位8境天人，让拓跋烈奉若上个神的13境大佬，却不在冠绝榜上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根本不是人，自然不会出现在人族的武道榜单上。没想到全天下都认为你是沉迷酒色的纨绔废物，结果竟然是你看穿了我的身份。既然你都猜到了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乃妖族大长老墨染，潜伏极西之地1000年，就等一个机会，撕开契约封印，带领妖族重回这片大地。拓跋烈那个蠢货，不过是我手里一枚棋子。等妖族踏平草原，下一个就是你们中原大地。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，封印已破，妖族大军已出，谁也拦不住。而你今天就留在这片地区吧。真是麻烦，我本来只想安安稳稳混吃等死，怎么总有不长眼的东西非要往我面前凑？14境河道圆满？不可能！你才多大？怎么可能是14境圆满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只能说你挑错了棋子，也惹错了人。小子，就算你是14境圆满又如何？我妖族肉身天生难压你们人族。就这点本事？不可能！你们人族的肉身怎么可能比我蛟龙一族还强？谁告诉你，人族修士就不能淬炼肉身了？九角吞天！我跟你拼了！给我镇！要镇压老夫，真当老夫这1000年是白活的？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领域展开。你的领域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压制力？在我的领域里，我就是天。
剑来！你输了。没想到我精心筹备100年的计划，最后居然坏在你这个毛头小子手里，真是可笑。说完了，那便去了吧。少年，手下留情。柳大人，行了，躺着吧你。都活了上千年了，还是这么毛毛躁躁，差点把自己命玩没了。在下相柳，见过萧世子。14境巅峰，比白玉京道祖还强半分。世子好眼力。妖族入侵之事，是你在背后授意的。世子误会了，100年之前我便已脱离妖族，隐居于东海之滨。如今妖族的大家长乃是烛龙兄，这次的事我也是刚刚知晓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只是莫老1000年前曾是我的贴身护卫，与我有主仆情谊，还请世子卖我一个面子，饶他这一次性命。我可以饶他一命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世子请讲。以后不准再借着北狄的手染指中原大地，更不准再撕毁契约，放妖族大军踏入草原和中原半步。若是再有下次，就算是你相楚出面，我也绝不会再留情。世子放心，我回去之后并会严加约束，日后妖族若再敢踏入草原半步，不用世子出手，我亲自清理门户。人你可以带走了。多谢世子。世子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小麻烦而已，已经解决了。走，回落日城，还有一笔账要跟拓跋烈好好算算。你带4个人立刻去行宫后宫暗中保护拓跋雪。拓跋烈一旦知道墨染出了事，第一个要灭口的就是他。是，属下遵命。你们在这里守着，不许任何人靠近别院。谁？在下萧贤。萧贤，你就是镇北王府那个废物世子？正是在下。那个部下禁制的13境妖族莫老，已经离开北地，不会再回来了。那个老东西走了。拓跋烈弑君篡位，勾结妖族，割让国土，引狼入室。如今他最大的倚仗没了。萧世子大恩，周瑜没齿难忘。我这就去王庭宰了拓跋烈那个弑君篡位的狗贼，护女帝陛下周全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周瑜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被关在大牢里吗？莫老呢？莫老，快救我！别喊了。别找你的莫老了，他早就离开北狄，滚回极西之地。你骗我！你根本不是什么好色的纨绔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！
算计你。你弑君篡位，毒杀亲兄，勾结妖族，割让国土，引狼入室，桩桩件件，都够你死10000次了。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替老客皇清理门户罢了。今日我以北狄女帝之名，废黜你所有爵位，废掉你的修为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不，我不服！我是大汗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拜见女帝陛下，陛下万岁！萧世子，我亲自做了草原奶酪糕，还热着，你尝尝。啊，多谢女帝陛下，太客气了。这些事让下人来做就好，哪用您亲自跑一趟？萧世子与我，与北狄有再造之恩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？萧世子，女帝这辈子不容易，你多担待。萧世子，你的衣服我给你洗好了，熏了草原的野花香，你闻闻喜不喜欢？女帝陛下，有件事想跟您打听一下。萧世子但说无妨。我想打听我母亲的过往，听我爹说我母亲是北狄人。北狄的公主贵女，从未有过嫁去中原镇北王府的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傅寒生前有一间书房，是他的禁地，除了他自己，谁都不准进去。他去世之后，我进去收拾遗物，看到里面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一位女子。傅寒生前经常一个人在里面对着那幅画坐一整天。那位女子，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人？画在哪儿？现在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那间书房就在行宫深处，我现在就带你过去。傅寒说过，画上的这位是他的义妹，也就是我的姑姑。姑姑的名字叫白皙。当年姑姑在草原上救了傅寒一命，傅寒便认了她做义妹。可惜后来姑姑被一个中原来的男人骗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草原。傅寒因为这件事恨了那个中原男人一辈子，临终前还跟我说，以后看到中原姓萧的男人，见一个打一个，绝对不能客气。萧世子，明日你就要走了，我这里有一瓶好酒，特意拿来陪你喝一杯，算是为你饯行。这酒是不是少了点儿？区半瓶还不够我塞牙缝呢。可不是半瓶，是只剩半瓶。此酒名唤仙人醉，还是当年我姑姑白皙亲手酿的。酿成之日只有这一瓶。傅寒年轻时偷喝了一杯，被姑姑罚了半个月禁闭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就只剩这个半瓶了。我娘酿的酒，那我可一定要尝尝。奇怪，昨晚没做什么奇怪的事吧？萧世子一路保重，北狄永远是你的家。若是日后有空，随时可以回来看看。多谢女帝陛下，北狄若是再有什么事，传信给我，我定会赶来。雪儿，就这么放人家走了？我可看出来了，你这丫头心都跟着人家跑了，喜欢就去追呀！以你北狄女帝的身份，再加上她本来就是来和亲的，难道配不上她？我是北狄的女帝，我的一生都要奉献给这片草原，奉献于北狄的子民。我不能跟她走，也不能拖累她。没关系，有些东西已经留下了。北狄的事我都知道了，你小子在北狄闹得天翻地覆，倒是好本事。父王，我这次回来是想问你关于我母亲的事。我母亲叫白皙，是北狄老可汗的义妹，对不对？
是，你母亲确实叫白皙。那我母亲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肯跟我说她的事？贤儿，你母亲不是人。父王，什么叫不是人？你母妃是半妖，你外公是昔日妖族大家长白泽。你外公与人族女子相爱，诞下你母妃白皙，妖族视为大忌，各部联手追杀。你外公燃尽毕生修为护住女儿，把刚出生的她送到了北狄。32年前我在北狄遇见她，带她回了中原。那几年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日子，直到她怀上了你。她的妖气因为怀了你彻底失控，你继承了你外公的白泽血脉，在娘胎里就开始无意识地吸收她的妖气和修为，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。我散尽天才地宝，求遍引邪高人都没办法。更糟的是，有一次她回北狄，在北境和草原交界处，她遇袭了，300轻雾尽数战死，无一生还。她妖丹被夺，千里山山头被抢。等我带兵赶到，她已经倒在血泊里，气若游丝。香柳来了，他说妖丹已失，妖气和生机都在被你吸收，唯一保命的办法是打掉腹中的孩子。你母妃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说这是他和我的孩子，就算死也要生下来。生你的那晚，天降异象，白泽迅影显化在王府上空，真好。可你母妃看了你一眼，笑着说了一句真好，就没了气息。谁干的？我查了28年，当年出手的人分别来自3个地方：东海白玉京、西境无双城、京城。白玉京、无双城、京城，好，很好。你母妃留下的，她说等你长大了交给你。父王，这笔血仇我必须报，但首先我得甩掉这个身份。镇北王世子走到哪儿都被人盯着，什么都查不了。你想怎么做？陪我演一场戏。什么戏？上报楚起以我混吃等死丢尽王府脸面为由，当着满朝文武把我逐出王府，从族谱除名。你疯了！被逐出王府，全天下都会踩你一脚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只有我成为了全天下的笑柄，藏在暗处那3双眼睛才会放松警惕。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！你弟弟萧齐名扬天下，你呢？除了逛青楼、遛鸟、周鸡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从今日起，我萧烈与你萧贤断绝父子关系，逐出王府，从族谱除名，滚！活该！萧齐公子天纵奇才，萧贤烂泥扶不上墙。听说连行李都没带，灰溜溜出了城，跟条丧家犬似的。天助我也！没了镇北王府庇护，萧贤就是个废物，再也掀不起风了。萧烈，你个老东西，不就是逛了几次青楼吗？等着，老子迟早让你后悔。行了，戏演完了，我需要一个没人盯着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身份。哟，这不是被赶出门的废物世子吗？一个3境废物也配踏进魔教总殿？我来当魔教教主。萧贤，你是认真的？木良剑，这是萧齐的佩剑，不可能！断臂之仇，我要你死！
同境界打一场，我赢，教主借我用；我输，任你处置。好。同境界连你一脚都碰不到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教主之位，你的了。对外你仍是教主。第一道命令，动用魔教所有情报网，查28年前镇北王妃遇袭案。冠绝榜第一那老东西出关了，老子要去白玉京跟他打一架，凭什么压老子一头？你去不去？去，当然去。诸位施主留步，此上白玉清需冰解凡尘，方可上山。放肆！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魔教教主叶璇大人，也敢让我们教主冰解凡尘？都把兵器交出来，我倒要看看这白玉京里到底有什么名堂。这就是传说中道祖的9品莲池。叶施主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。贫道陆生见过叶教主，不知叶教主到访白玉京有何贵干？没什么别的事儿，找你们道祖打一架，我倒要看看他凭什么冠绝榜首压老子头上。家事不便见客，叶教主既然想打架，贫道陪叶教主玩玩就是了。故人之后来访，有请一句。家师有请，施主请。故人？谁是故人？萧贤，道祖喊的故人，是你。白皙的儿子，果然和他很像。你可以叫我一声李伯伯。李伯伯，我只想问一件事：我母亲白皙遇袭，您知道多少？这是我的大徒子同光。28年前，我以先天八卦算到白皙有生死大劫。白泽兄当年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他女儿有难，我不可能坐视不管。我派同光连夜下山，前往北境护住白皙。可我没想到，那不觉之人算到了我会出手。同光赶到时，正好撞上偷袭白皙的黑衣人，他拼死拦下，却被人击碎心脉，当场陨落。等我亲自赶到，只剩同光的尸体，白皙重伤濒死，腰丹被夺。这是当年同光战死的现场留下的唯一凶器，从其中一个黑人身上斩落的鳞片。多谢李伯伯告知。谢就不必了。不过，你想离开这方洞天，可没这么容易。你身负白泽血脉，28岁溜成14境河道圆满，古往今来独一份。出手吧，让我看看你的道。好，既然前辈有兴致，晚辈便陪前辈走几招。有点意思。破！你败给我有2个原因：第一，这是我的本命洞天，在这里我便是天；第二，你太执着于当年的血仇，执念已生，道心有瑕。你修的是自在逍遥之道，可如今
仇恨已成枷锁，让你与自己修的大道彻底背离了。大道之喜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你只拿起了仇恨，却放不下执念，如何能走到大道的巅峰？道祖教诲，晚辈记下了，多谢前辈点醒。这是我当年打坐悟道时所带，能静心凝神，稳固道心，遮蔽天机，赠予你了。这方洞天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，外界1日，洞天10天。你便留在这里悟道，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走。多谢前辈。萧贤，你可算出来了，跟那老道士打了，赢了输了，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输了，技不如人，没打过。那老道士这么强？不过道祖前辈说了，等你恢复到全盛时期，随时可以去洞天里找他试试。好，等老子恢复到14境，一定要来跟这老道士打一架。走了，下山。回总坛。不，去无双城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。你往西，我回总坛。这个还你。少来这套，输了就是输了。我叶璇没那么输不起。等我恢复到巅峰，堂堂正正打一场。在那之前，魔教还是你说了算。行吧，日常事务你管，只有一条，动用所有情报网查当年旧案。蛛丝马迹第一时间传给我。敢动你娘的人，就是跟我叶璇作对。就算是天上的神仙，老子也给你掀下来。出来吧，跟了一路了，不累吗？属下林锦儿，愿追随教主左右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总坛不需要你坐镇，总坛有叶教主和3天王坐镇，那日在总坛见了教主风采，属下愿鞍前马后伺候教主。先把眼睛闭上。教主，你这张脸太惹眼，走到哪儿都惹麻烦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叫锦儿，装成我侍女，少说话，多做事。是公子。公子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无双城。一个被赶出王府的废物世子身边，竟跟着7境大宗师。行了，别这么大杀气，人家就是好奇看了2眼，没恶意。是属下鲁莽了。反正正好去清水镇歇脚，早晚会见到。2位面生得很，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吧？可不是嘛，看了我们一路，我们总该来见见。在下君泽，之前多有冒犯，望2位恕罪。我虽然是被赶出王府的废物世子，大楚这些年的事还是知道一二的。陛下废神行，拆神庙，设学宫，派遣府官看管一方，没错吧？你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费这么大劲探查我们，无非是想求帮忙。什么事儿，直说。小神君泽，恳请世子殿下出手，救救清水镇的孩子们。我就是个被赶出王府的废物世子，能帮你什么？这个月已经失踪了13个孩子，最大的12岁，最小的才5岁。我查了半个月，有妖族掺和。你看看，这鳞片认不认识？小的不认得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这事我管了。丑话说前面，
遇到景儿都打不过的硬茬，我可先跑了。世子殿下到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行了行了，本世子就直说了，跟我爹吵了几句被赶出来，身上没带多少银子，想跟你借点花花，等回了王府100倍还你。好说好说，下官这就去取。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真是晦气。够了够了，陈大人，你这人能处。不知世子殿下打算在清水县待几日？怎么茶都没让本世子喝一口就赶人了？不是，只是最近清水县不太平，总有百姓和孩子失踪，下官怕惊扰了殿下。能从学宫出来坐上府官之位，起码6境吧？这小小清水县还有你摆不平的事儿？殿下见笑了，下官已经有些眉目，很快就能破案。行了，银子拿到了，不打扰你办公，去镇上酒馆喝2杯。公子，这个陈洛有问题，他丹田深处藏了一丝阴邪妖气，若非我高他一境，根本察觉不到。而且他身上有失踪孩子的气息，很淡，但绝不会错。那就没冤枉他。走，先去喝2杯，其他的事儿晚上再说。殿下，您可算出来了，今晚有动静吗？急什么？先去找个人。找谁？你们清水镇这片地界，土地神还在吧？在是在，只是和我一样，神庙被拆，精神被砸，苟延残喘罢了。带路。三位大人饶命，小老五什么都不知道。大人想问什么，小老爷知无不言。别紧张，问你点事儿。这镇上失踪的13个孩子，跟你们清水县县的府官陈洛有没有关系？陈大人是学宫弟子，一身浩然正气，怎会跟孩子失踪？我再问一遍，有还是没有？有，陈洛他勾结了一头千年蜘蛛妖，在镇外的黑风洞炼化孩童的生魂。炼化生魂？他要干什么？他要突破7境。陈洛卡在6境已经5年了，靠正常修炼根本破不了境。那蜘蛛妖答应他，只要凑齐13个童男童女的生魂，就助他踏入7境。带路。7个孩子还活着，一个穿官袍的一只大蜘蛛都在里面。公子，让属下先进去。别急，先听听主人家怎么说。有人来了。世子殿下，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晚上睡不着，出来散散步，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本来还差2个孩子的生魂才够数，既然世子殿下送上门，你身边这位7境侍女倒是一味大补的药子。哼，一个6境的废物，借了点妖气就敢这么狂。小心！你身上怎么有妖气？九尾天狐，你也是妖族？一个半妖也敢坏本座的好事，留下你的妖丹，本座正好拿来炼化。歇会儿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一个3境的废物世子也敢来英雄救美？
可能？怎么可能全是本命字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全是本命字？刚才你说我是几境废物来着？认不认识这个？这是上古大妖的鳞片，你是白泽的后人。跟28年前镇北王妃遇袭的事有没有关系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散修，但我认得这鳞片的气息，它来自极北妖域。还活着，都还活着。把人送回镇上。殿下大恩，君则万死难报。说说你没了神位，以后打算怎么办？苟活着罢了。没了赤峰金印，我连这条清水河都护不住了。这是河神剑，随手搓的。以后这清水河两岸40里还是你管。手串戴着就戴着，别摘。公子，这片鳞片上的妖气和你身上的同源。属下是9尾天狐血脉，不会问错。而且昨夜你写那100个本命字时，有白泽的气息。极北妖域白玉京的同光，我娘的血仇，3件事同一条线。走，去无双城。清水县方向100字本命字，学宫立教800年，从未有过。此人必入我学宫，我现在就动身。3位老祖宗别急，那小子我认识，他是镇北王府那个被赶出去的废物世子萧贤，镇北王萧烈的儿子。正是，此事交给弟子去办，3位老祖宗安心闭关。一壶粗茶。铁无双，堂堂无双城主，冠绝榜第4，装成卖茶老头，你这城是不是快撑不住？萧世子好眼力，除起废天下神玺，无双城是西境唯一还立着神祠的地方。下一步，朝廷的刀就该架我脖子上了。你把无双城打造成天下无双城，西境最大的销金窟。青楼、赌场、酒楼、拍卖行、角斗场，什么赚钱开什么。朝廷要的是税收，无双城每年给大主上缴1000万两白银，楚岂能动你？你要什么？你女儿铁子嫣和亲。成交。你就是萧贤，被镇北王府赶出来的那个废物。你敢打我？第1巴掌替你爹打的，第2巴掌让你记住，下次再指着我，就不是巴掌了。给我上！谁打的？老子要他死！末将周奎奉城主之命，恭迎世子殿下入内城。铁城主已备好美酒家宴，请殿下移步。
走吧。好家伙，还是软床舒服。这一路风餐露宿，骨头都快散架了。公子要是喜欢，以后咱们就在这里多住些日子。多住些日子？怎么，你打算和我一起睡这张床？若是公子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别！我就是开个玩笑，这房间让给你了，我去旁边客房睡。终于来了，岂有此理！在我的内城里，有人敢对世子殿下下手？世子放心，3天之内我把下毒之人揪出来，交给殿下处置。铁城主不必动怒，一点小手脚伤不到我。不过能在我早膳里下毒，必然是你身边亲近之人。这内城的水，比我想的深啊。报，城外灵湖下游发现几个渔民被蛇妖所伤，生死未卜。护好院子，寸步不离。是。世子殿下！完了，镇北王的宝贝儿子死在了我的无双城里，修炼护短到极限，几十年攒下的北境铁骑，随时可能踏平无双城。查，全城严查，掘地3尺，把那3个刺客找出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不演这一出，水里的鱼怎么会跳出来？殿下到无双城了，到了。先不就是个无双城吗？不就是个铁无双吗？本皇子奉旨前来，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铁城主，本皇子奉父皇旨意前来与城主商议招安之事。父皇册封铁无双为镇西侯，赐金印紫绶，统辖西境3州军政大权，世袭罔替。无双城纳入大楚版图，学宫与朝廷不插手西境内务。大哥，不可！我无双城自立30年，凭一己之力镇守西境，从未向朝廷低过头，岂能因为这点蝇头小利就俯首称臣？一旦接旨归顺，受朝廷节制，还谈什么天下无双？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老六，你好歹是大楚皇子，别跟个没见过世面的鹌鹑似的。贤哥，你没死，外面都传你被你爹打断了一条腿。你贤哥命硬得很，哪那么容易死？我的贤哥，你可吓死我了！外头把你的事传得满天飞，我刚才在里头腿都软了，铁苍的眼神只没看见，恨不得生吃了我。行了行了，别跟个小娘们似的，有我在，这帮人伤不到你一根汗毛。贤哥，说真的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你贤哥没那么容易死，接下去按我说的做，3天后
铁无双会给你一个答复。有贤哥在，这趟稳了。贤哥，那接下来我怎么办？铁苍恨不得当场把我撕了。明天再去城主府，就说3日之期不变，让铁无双看清楚他身边人的嘴脸。其他的按我之前教你的，拿住皇子气派，别怂。嘿，贤哥，好久不见，感觉你好香啊！大哥，你刚才拦着我干什么？那小子都骑到我们头上来了，你还对他这么客气？他毕竟是大楚六皇子，带着圣旨前来，你当众跟他翻脸，是想让全天下都知道我无双城要造反吗？造反又如何？大哥，你忘了我们当年立的誓，要建一座天下无双城吗？一旦归顺朝廷，受朝廷节制，还谈什么天下无双？行了，这件事我自有分寸。萧贤的事还没查清楚，现在不是跟朝廷翻脸的时候，你给我安分点儿，不准去招惹楚河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玄蛇王，我来了。铁苍慌慌张张找我，出什么事了？计划顺利，萧贤已经落入灵湖，生死未卜。放心，我派出去的3个死士都是7境，淬毒匕首抹的蛇毒，就算是9境中了也必死。现在计划必须变了。初期派了6皇子楚河来招安我大哥，条件极其优厚，我大哥已经动心了。一旦他接旨归顺，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。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现在就去驿馆杀了楚河。初期必然震怒发兵，镇北王也会因为萧贤杀过来，他们两方打起来，我们正好坐收渔翁之利。好主意！当年那个人类居然敢利用本王，许诺的西境3州连个影子都没见到，这次正好连本带利讨回来。是吗？我倒想听听，你想讨回什么？你居然没死！你什么时候跟过来的？从你离开城主府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了。就你这点道行，连我跟着都察觉不到，也敢学人家玩阴谋诡计？不过我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带路，我还找不到这条老泥鳅。萧贤，你别太嚣张，这里是黑云潭，玄蛇王在此，今天你来了就别想活着走。什么？28年前，北境官道上偷袭我母妃，你参与了多少？当年的主谋是谁？你娘白皙不过是个拜人拜妖的野种，连带着你也是个野种。想知道当年的事儿？做梦！我说，还不说？是皇宫里的那个人，许诺只要帮他夺走白皙的妖丹和千里山蛇图，就把西境3州给我，还助我突破化形修成真龙。谁？皇宫里的谁？是。不好！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线索又断了。而现在能知道的是，当年主谋就藏在大楚皇宫里。老熟人来了。